你听过 NordVPN 吗？听过 Surfshark VPN 吗？这些在常见的业配平台里面会看到的这两大品牌，你都用过了吗？你知道怎么用吗？它的动作原理你搞清楚了吗？它的功能你理解了吗？好，这一集节目就是带大家理解所有的 VPN， 包含这些个人的 VPN， 也包含企业的 VPN。那企业的 VPN 的用法就会很不同。那节目的过程中间，我们也会把大陆的长城防火墙带入进来，让大家理解长城防火墙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到我们，请在 YouTube 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里面看到我们，请帮我们按下5星好评。那同时也记得点赞，按下小铃铛，分享给你的朋友。这一集是我们的第8集节目，我们在第25集我们会办一个抽奖。那从这一集到第25集之间，我会把这些抽奖的密码埋在我的影片里面。如果你猜对了，你可以在任何一集影片里面留下你的留言，在25集之前都可以，我就会送给他前几集我们在讲的MFA 里面常用的实体密码金钥，YubiKey。那我会从美国带回来这个 YubiKey 送给大家，那名额只有1位，大家可以仔细观察。那这个观察里面每一集都有这个内容会标在里面。那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我们封面里面去关注。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密码，请记得在上面留言。留言出来以后，我就会抽奖。在第25集，我就会办这个抽奖，把这个 YubiKey 送出去。不管你在全球哪一个国家，我都会寄给你。我们这一周的节目是属于技术拆解，那技术拆解我们就专心的讲技术，讲清楚每一个技术的环节的差别。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讲点对点的 VPN。什么是点对点的 VPN？ 就像公司里面，我们公司有 Headquarter 也有分点办公室。那 Headquarter 跟分点办公室里面，它其实是传输资料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加密的。那我们就会用这种加密的方法，把2个大楼之间弄成一个虚拟隧道。那看起来我们就像一个私有的通道。那它很像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美国白宫跟美国国会中间有一个地下走道。这个地下走道外人是看不到它在哪里的，也不清楚它要怎么进去。就算你走在这个走道上面，你也不知道下面有一个地下通道是两边可以互通的。就像美国总统他在白宫里面要走到国会大厦，他不需要从外面走过去，他是可以走下面的地下通道。好，那为什么 VPN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字，其实就是 tunnel， 这个 tunnel 的概念在里头，它就是像是一个实体的隧道。好，就是这个隧道在这个里面，它藏在这里头。好，那这个隧道的用途其实就是从一个点到一个点，两边有被授权的人，你才能走进来这里。那这里面这个隧道埋在地底下，它就像加密一样，躲在这个通道背后，它就是被严密的保护，外人并不知道这个隧道在哪里，也不清楚这个东西。所以企业里面常用的这些加密，例如我们用 IPsec v1 或 IPsec v2， 甚至是 GRE over the IPsec， 这个都是拿来做加密的方法。所以加密的方法非常多种，它并不局限于一种。那用途就是用在这种点对点，所以有些企业它也会去租用 MPLS VPN， 它就是在公网里面把它打造了一条虚拟的通道，让外面的人看不到这里面在传送什么。好，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在大陆东莞有一间厂房，然后在台北的 Headquarter 它是一个设计中心，好，那营运也在台北，那大陆的是生产中心，两边就会有传输的用途。那传输的用途其实它希望里面的资料是被保密的，不要被人家窃取走的。我从大陆的厂房要传资料回来，我要生产的今天的厂房车间生产的多少设备，原物料的样貌，我要传回台北的总公司，那我就要有一个传输的方法。那我们可以想象，在传输里面，它在大陆的厂房挖了一个海底隧道，穿越了长城防火墙，
经过了台湾海峡，跑到了台湾的 headquarter 出来以后，它在台北的总部里面去存取这个内容。那这里面就是一个私有的加密通道，所以 VPN 里面我们的几个字就是虚拟的私有网络，好，就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好，那这一集我们尽量把每一个单字都讲清楚，让入门的人可以听懂这在做什么。如果你是学校的学生，那应该是可以对你有些帮助。好，那厂房里面的运作，它其实就是两边协议好，这两边都是私有的网络，我有我的私有网络 over 在公网里面，好，所以它在大陆翻了墙，经过了海底电缆，跑到了台湾，到了 headquarter 出来，它两边就是一个私人的通道。就像美国总统，他从白宫跑到国会大厦，他有一条私人的隧道可以走来走去，就像这个概念。好，那这里就是一个点对点的情节。好，那这个点对点的情节，它可能不单纯只是一条线路，它还会做多条的备援，所以企业会利用多条 VPN 去保证这个使用的可靠度，让两边的连线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再来是个人，个人是像什么样子？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经过了一个海底隧道的样貌，让它是从地底下穿越。那 VPN 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是，你要跑到日本去看一场演唱会。好，我们假设我们人在大陆，好，那我从大陆出发，我第一件事情我要先爬过这座墙，所以大陆有很多的翻墙，那他们也戏称这个东西叫做机场，所以他们需要去机场搭飞机，所以我们就用大陆人常讲的这个用语来讨论，来分享他们的这种感受。他就到了大陆的机场，搭了一条空中的通道，到了日本，下了飞机。好，那这场演唱会它的售票呢，限定只能在日本购买，所以你下到日本以后，你人就在日本了，所以你在日本就可以购买这个演唱会，你就可以跑到演唱会里面去看这一场实体的演唱会。但如果你没有跑到日本，你其实是看不了这个演唱会的。好，那这里面就很像我们这种影音平台，它会对不同的地区里面去限定它播放的内容。好，所以这个内容可以在日本播，这个内容不可以在台湾播。好，那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你利用了这个 VPN 的机制跑到那个节点，所以它加密的节点在什么地方？好，它加密的节点是它出发的时候先跟日本的这一台伺服器说 say hello， 我要跟你建立连线，然后两边的私人的金钥交换完毕以后，连线建立，此时这个长城防火墙会发生什么事情？假设我现在人在大陆，我跟大陆的长城防火墙就会看到 Eric 他在东莞的某某某 IP， 然后他跟日本的一台 VPN 的伺服器打了个招呼，说要建立连线。这个长城防火墙上面是不是就可以记录下 Eric 在大陆的这个 IP， 他跟日本的某一台 VPN 伺服器打了声招呼？好，那他要建立连线这个用途，所以他就可以帮你记录下来。你某某某在某某时间点去跟日本的一台 VPN 的伺服器 say hello 了，所以你跑到日本去了。好，你就可以去看日本的演唱会，看日本的内容。好，那这个逻辑呢很单纯，你可以看到说，我的用途就是跑到日本。好，那跑到日本了以后，我要买日本的演唱会的门票嘛，我是用信用卡刷卡。那我在信用卡刷卡的时候，它要请款嘛，所以日本的刷卡的机器是不是知道了 Eric 拿了一张信用卡在日本刷卡，得到了一个答案说Eric 来看演唱会，所以Eric 有没有跑到日本去看演唱会？有，他刷了卡在日本。那他有没有在网络上帮你隐身呢？有没有隐身术这件事情呢？答案是没有的。Surfshark VPN 跟 NordVPN 它并不会帮你隐身，因为跑到日本消费刷了信用卡，它还是知道你叫 Eric。那假设这个
刷卡出现的问题。好，那他去追查说，这个人是谁？他刷了什么卡？他为什么他有交易的纠纷？好，那假设他是一个假的 Eric 跑到日本刷卡了，然后在台湾真的 Eric 发现，我的卡被盗刷了，他跑去跟银行抱怨。好，那银行就开始查，他们就查到说，有一个人在日本用了一个 IP， 那这个 IP 呢是 Surfshark VPN， 那是不是他就可以去调查 Surfshark VPN 此时是谁的账号用了这个 IP？ 那他是不是就有记录留存这件事情？好，所以有的 VPN 他会说，他都没有留记录，有些国家他就活不下去了，因为有些国家他是要调查记录的嘛，所以他就活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故事很好玩。它保护的是哪一个段落？它只能说它跨越了地域限制这件事情，然后它在跨越地域限制之前，它也做了加密，所以它翻墙的时候，长城防火墙会不会知道你去看的演唱会？答案是不知道你看的演唱会，但是它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你去跟了这个 VPN 连线，所以大陆常常讲一个说，某某某 VPN 可能有问题，它被封禁了。所以大陆就有一个代号说，大陆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吹风了。这个各地的机场都吹风了，倒了一片机场。所以你去 YouTube 里面搜寻机场 VPN 大陆，你就会得到很多这个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我要解释给大家听的是，像这种 VPN， 它其实用途就只是拿来说我变换成那个国家的 IP。假设这个国家的银行或者是服务机构，它不欢迎这些公众的 VPN 来连线，然后限制这些 VPN 不可存取、不可使用，那你会不会就不行了？答案也是会有可能发生的哦，因为他看到你是从这个机场来的嘛，你刚刚我们打了一个通道跑到了日本的那个伺服器嘛，就相当于到那里落地嘛，然后这里落地来的人，因为他都穿着特定的衣服，所以他就标记起来，这些人来的 IP 我通通都列为不受欢迎。好，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说 VPN 的用途，它只是让你换了一个 IP， 跨越的地理限制。好，甚至是让长城防火墙不知道你去日本看演唱会而已。那他能不能演唱会的这一个服务的人，他知不知道是你？答案一定是知道是你。好，所以我们用长城防火墙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长城防火墙看不到，他只知道你去了 VPN。它的样貌就很像我们在咖啡厅里面连上的公众 WiFi， 然后这个公众 WiFi 假设有窃取的空间，有窃取你资料的能力时，好，那我到了这个咖啡厅里面，我就像长城防火墙一样，我只是连到特定的一个 VPN， 所以这一个咖啡厅里面的假设它是坏的咖啡厅的无线基地台，它看到的是什么呢？它只看到你跟 VPN 连线了，那你连了以后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一样是看不到的？但是你穿到了 VPN 那个节点以后，你跑去了看演唱会了，那他还是知道你是谁啊，他还是知道这是 Eric 买的票啊。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能够解释清楚这个 VPN 的用途。所以这个 VPN 我们可以定义是个人使用，个人要跨越地理限制使用的。那在技术上面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想要做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在很多的无线网络基地台里面有 WildCard 这样子的function，你可以先用 WildCard 自己玩玩看，可以自己建立这个连线，先连回家里面。好，那你就你就像你家里的那个机台，如果放在日本，那你是不是就很像 VPN 到了日本去上网？好，逻辑上就是只是这个是一个自己架设的逻辑。好，所以我就跳到了那里。但是你在翻墙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被管控，有没有被限制？它是有可能被管控跟限制的哦。好，因为长城防火墙也不是白痴嘛，他也知道你连的是 VPN 的节点，你用的通信协定它就是属于 VPN 的通信协定，虽然它解不开，但它知道你在 VPN 使用 VPN。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
大量封禁的这个逻辑。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很多 VPN 的服务，它可能加密帮你做 VPN 服务的时候，只处理了 IPv4 的通道，没有处理 IPv6 的通道。那我们现在手机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有 IPv4 也有 IPv6， 就像我用中华的 5G 网络，它其实是有 IPv4 也有 IPv6 的。如果你想要把它保护起来，你 IPv6 也要同时进入这个 VPN 通道。这里面我们可以在中阶或者更后面，我们在 VPN 连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解给大家听。那再来一种类型是，我们刚刚是为了换位置，那这个是企业的逻辑，就是我是要 VPN 回公司的。那这种 VPN 回公司的，就是我为了回公司去存取，我公司里面有请假系统，有报价单系统，然后有客户关系系统，有原物料管理系统。那它有这么多的管理系统，它都放在企业内，但是我在家里我要去存取它，或者是我在外头的业务我要打报价单，那报价单我只能用公司的系统，我要跑回公司，或者是我是保险从业人员，然后我要连回公司去递送客户的保单，那客户的保单是有个人资料的，它需要被严谨的加密保护，它就需要有 VPN 回公司，因为它不一定可以时时刻刻很快的都跑回公司嘛，所以它会藉由这个科技的方式连回公司。那这种就是 Remote Access 的 VPN 啊，那这种 Remote Access 的 VPN 大部分都会加强它的安全性，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有一些生物辨识、多重身份验证，不要只用单纯的密码。常见的协议就像 SSL VPN 这一种，那它里面会有跑 TLS 或跑 DTLS， 那里面也有分别像比较复杂的，像有的会设计好 Split Tunnel 跟 All Tunnel。那什么叫 Split Tunnel 呢？这个我们放在 VPN 里面，我打算后面拍详细的详解的时候，会在中阶的课程里面跟大家讲。什么是 Split Tunnel， 什么是 Full Tunnel。 如果假设这里面它都回到公司的，那你从公司出去，那公司是不是就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障给你？例如你可能连到了某一个网址，它是不是就有机会帮你做安全保护跟安全辨识？好，那这个逻辑就很像Surfshark VPN 或者是 NordVPN 里面都会提到说它可以有做这种安全防护这件事。好，那假设他要做得很深入，那他就要把内容打开来看。如果他做得很粗浅，那他保护的可能就只是在 IP 层级的保护。好，所以你要安全就要打开来看，你要普通安全它就不能打开来看。举例讲解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要过机场的安检，过机场的安检就要经过 X 光机的第一阶的初阶扫描。如果有问题，它就会帮你真的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跟它辨识出来的是不是有一致的。好，那打开这件事情，那它就是看得很细。好，那如果只是粗浅过 X 光机，有没有可能漏掉？有可能漏掉，也有可能误判，所以它最后会打开。所以网页的流量保护的逻辑也很像这样，如果它只是粗浅的保护，它没有打开来看里面有没有夹带脏东西过去，例如它放了一把小剪刀放在里面，那我们可能出国的时候可能都会准备一种小剪刀，我都会准备那种圆头的那种小剪刀，就是无法攻击的，但是它是可以剪东西的。好，所以有时候你在国外买东西，你要马上使用，你要把标签剪掉嘛，那你就要有刀子可以剪。好，所以我就会准备那种圆头的小刀，那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有风险的东西，所以 X 光机如果没有把它辨识出来，或特别把它打开来看，那它就是属于一个危险物品嘛。但是 X 光机能不能知道它是圆头的，它可能如果解析度没有那么好的话，它就看不到。好，所以这个逻辑也是相同的。好，如果我要上网要有这样安全的保护，它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是需要去思考这个。再来，我们讲了到目前已经有3种啦。第一种是公司的点对点，第二种是使用者自己翻墙用的，换地理位置用的。
再来是个人，我是上班的人，然后我要回到公司里面拿资料做用途的。好，这3种都是 VPN。最后一种最新进阶的，它叫做 SASE 架构的 VPN。那 SASE 架构是什么？它是叫做 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 的，它是把多重安全功能把它组合起来的。好，那这个里面我们只讲它跟传统的 VPN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我在大陆我要翻墙的时候，那个墙还是知道我是 Eric， 我在东莞，我用了东莞的某一个 IP， 然后我要翻墙过去日本去买演唱会的门票嘛？还记得这个例子吗？哦，记得的扣个1哦，我们学大陆的语调扣个1，让我知道你还在。好，如果你记得这个人就扣1，然后不记得的你就不要理我，好，不要理我就当大家没有看到。好 ，SASE 的架构其实就是我到了大陆，然后大陆呢这个服务商呢，他在大陆会建一个节点，好，那它就像是一个转运站。好，那我就到了这个转运站。这个转运站呢，有一个地下通道，翻过了长城的墙，跨过了长城的墙，跨越了海峡，跑到了不同国家，可能跑到了日本，跑到了台湾，跑到了香港。好，那他跑到了香港以后，他从香港的地道里面再冒出来，再去上 Internet。好，行不行？答案是行的。所以它这里面就有众多的往不同方向的地下迷宫跟地下通道，所以 SASE 的架构就会被很多企业青睐，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的财务会计人员全部都部署在台湾，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大陆的商务行动的，我是需要跟当地的政府连接，然后它限定要用大陆的 IP，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台北先跑到这个 SASE 的服务商啊？就像我就跑到了 SASE 的服务商，这 SASE 服务商经过它的通道跑到了大陆 SASE 的出口出来，然后它就变成了它是在大陆的 SASE 的出口，然后去做它的事情。当他跑到大陆以后，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啊。这个 SASE 的架构就像是一个地下的复杂迷宫，它可以在这个地下复杂迷宫里面跑来跑去，好，可以到不同的中转路径，到不同的地方。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管制，我们可以做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只有某某财会人员才能走这条通道。但是如果我是研发人员，我在台北研发完的东西，我不可以随便透过这个通道传到大陆被我的竞争对手拿走，那它也可以做相对应的管制。所以这个管制架构呢，相对的来的比较复杂，那它的强度也会来的比较强。好，所以如果企业里面你对这个 SASE 是有需求的呢，也欢迎跟我联系哈。那台湾的几大有做 SASE 的服务商，我都刚好都有认识，如果有需要引介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引介。好，那在这个 SASE 的架构里面，就是它通过了一个思维，就是我以前我搭这个些通道，公司跟点之间搭通道，我要很辛苦的去部署这个点跟点之间的网络。但是透过 SASE 架构以后，我们就很轻松的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架构服务。SASE 里面当然不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后面有中阶跟高阶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拆解来讲。好，那因此这个 VPN 这个议题呢，今天其实只算第1集，我后面还会有第2集、第3集、第4集。那我就是要完全的在讨论说，我如何利用 VPN， 然后 VPN 里面有多少种 component， 有那个多少种元件，然后每一家的元件是怎么设计的，设计成什么方式，然后它有什么不同，我也会很清楚的讲解给大家听。今天就是个入门，很广泛的跟大家介绍说 VPN 的架构长相，那这4种技术里面的核心架构，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理解，不管是点对点企业用的 VPN， 或者是个人使用的翻墙的 VPN， 或者是远端存取的 VPN，
还是进阶架构的 CC， 对它的工作原理你希望都有，对你能够有一些深入的了解。所以当你下次再听到这个 VPN 的名词的时候，你只要就可以用专业的角度去思考说，你的需求是什么？我个人的使用是什么？我为了什么事情用这个？好，那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如果 VPN 有缺点，它的缺点分别是什么？那它有没有被封禁的可能？好，如果你是跟大陆打交道的，你就知道它其实有各种封禁的方法，他们是很强悍、很厉害的。就像我个人在用大陆的工具的时候，我是单独一只手机。单独把它隔离开来，跟我平常在使用的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些用途跟用法。今天是属于技术类型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不是周报的内容，而尝试是技术类型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在封面上面也会打上这个是入门等级的。希望这个改变可以帮助到大家，可以很快的就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内容。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啊！如果你是个人使用者，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 VPN 的用途，它可以做到的极限。如果你是在资安产业的同好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是有帮助的，请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如果你在 YouTube 看到我们，也务必按下订阅，然后按赞分享。那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听到我们的，请按下5星好评。我是资安简报室的 Eric，我们下周见。